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叉社守护神的这一款刀刃盒子的外包装，也是叉社一贯的这种画风，只带了一张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，并没有说明书。配件内容：守护神这条巨大的手臂，哇，整个是套上去的啊。 倒是现在也能变出来一个相当于直升机形态的支架。这兜里有3张替换面雕，2个替换的仿现实载具起落架，2把可以插在腿上的枪，单体手里拿着的小枪，还有直升机形态下搭载的2把枪。另外就是2个直升机的机翼了，可以在人形的状态下 V 字插在这后面。这个位置设计了一个小机关，下边的这一段螺旋桨根部有一个弹簧，压下去的时候解锁开这一块，就可以把它掰直锁起来。 变成水平的感觉，再拉下去，哎，到这里就有一个 V 字形的锁档定位。根部这里有抽拉的锁定位，现在是可以来回旋转的。当你摆正了之后，把它拉出来，这样就锁住了，不会乱摆。玩具在盒子里人形包装。 到头顶在20.5公分左右，整体的一个造型还原度来说，对于记忆的一些元素把控还是不错的。它在身上藏了很多的零件，机头的部位完全的翻折叠放到了身体内侧，腿肚子这一块包裹的程度也还挺好的，把后边长长的那么一根完全叠放在了腿里边，还做出了这种梯形的喇叭裤。这个想法是挺好，但是变形结构会非常的复杂。 另外呢，就是这一块啊，其实是挺容易顶开的。我应该是全部变到位了，但是还会顶着露一点点缝隙的，稍微调整一下，把这个3角形的挂钩燕尾锁得嵌进去。还有就是膝盖的这个位置，其实固定的并不稳固，它从后方这里有一个小插扣锁了进去。 你膝盖在折叠的时候是从这个关节折叠90度的，但是当你往开掰的时候，就会把这个小扣子脱开，只有一点点的固定。所以这一块，尤其它在变形的时候是一个挺重要的关节啊，它所以做了一个合金的轴，可是卡的并不是特别的严实。还有就是人形并没有翻折出的后脚跟。 倒是站立的时候，如果正常的摆放是没有问题的，稍微多摆一些姿势的角度的话，会容易出现后仰的情况。除了刚才描述的这些问题之外，那这款人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，还原度很高，隐藏的程度也很好。头部360度的旋转，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，点头抬头有一点点的幅度。肩膀合金的关节平举可以从这个角度举起来，360度旋转。 稍微得让一下后边这个螺旋桨的位置，2头肌根部左右可以旋转，胳膊肘2段合金关节，曲臂的幅度也是挺大的。下3指连在一起的可动手，手腕的根部旋转，并且有一个向上抬起的关节，并没有弯腰，左右腰部可以旋转，但是会被后边的这2个刀刃挡到啊。也是把它挪下来以后，腰部就可以进行360度了。 从背后这里看，填补的干干净净、满满当当。胯部这里是一个很硬的齿轮关节，抬起来支撑的稳定性没有问题。后踢的话也有一个不错的幅度。侧抬很紧的一个轴，踢起来的范围也是可以的。大腿的位置看着这里有一条缝隙，其实不能转，这里边有一个锁点的卡位，别把里边的扣子掰断了。它在根部旋转的时候是从这里左右转腿。 幅度不是太大，膝盖弯折90度没有问题，但是回来的时候很容易脱开扣子。刚才我们提到了，脚踝左右有一定的接地幅度。这款刀刃在网上看到更多的评价，还是因为现在叉社的一个变形设计太复杂了，所以让人觉得有些望而生畏。其实我个人感觉，跟急救员的那个变形的难度差不了太多啊。我们先把这个摘掉，首先把胳膊整理一下。 拳头跟这样捏扁它，哎，然后打开外侧的盖子，把这里放起来。这边有一个卡边的位置备用，然后顺着小臂的这一块旋转关节外折一个90度。收好拳头，第一步，我个人觉得啊，还是先把这个地方解锁开，裆部往下拉，解锁开了位置以后，旋转180度再锁回去它。
换一个方向，这一块尾翼拉下来，解锁开以后，把它锁成平转的地方，正好也腾开了空间。我个人还是习惯先从腿部变起啊，避让的就没有那么多了。因为左右是一个不对称式的变形，所以腿部咱们就不剪辑镜像了。先把这个双关节拉出来，顺着脚边拆开这一段的扣子，把这一圈包的壳翻过去，然后顺着这里边连接的边缘有一个卡扣，把这地方打松，整个的腿部拉起来，这边的扣子卸松之后，一个 Z 字折叠，顺着这个关节把它压扁，侧面的这一片挡肉的零件折回去，翻到腿肚子内侧来看，下方这里的边缘挡肉零件拉出来，翻开，再从这里边整个把这一片90度打出来。脚踝位置的变形这一块会显得有一些绕啊。根部这一块有一个双段关节，我们先把它拉松，然后翻转一下，挪成这样横着的，再把它打开，旋转过来的时候，用这一片包住这个轴关节，紧贴在这里。下边的这一块再反着叠放过来，夹成这个长条的形状备用。腿肚子里边 Z 字折叠，把这东西都翻出来它。翻出来的同时，顺着这里边的结合关节，我们刚才已经打开了这个扣子啊，把这儿翻个180度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一块零件要把它抬到下方去。翻转过来就成了这个样子。胯部这里稍微的往下掰2段齿轮关节，注意变到位之后，膝盖关节后方的这个锁扣位置它是有定位点的，掐到这个凹槽里边，这个算是定位好了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一块让一下，反着把外边的这一层皮180度翻转过来，包裹好。后边的尾翼打开双段关节，旋转个180度。水平尾翼翻平、转横，这些都是合金的地方。另外的一条腿再看一下，双关节先给它拉起来，脚尖中间的这块连接的位置都是合金的关节，把这里拆开，先翻到外侧去。腿肚子里边这一回的扣子在暗处，下方这里隐藏着，把它掰开，然后这一片夹回来。上边双段关节压平，接着下方这里打开，翻折出挡肉件儿，顺着这里90度翻出来。这一侧里边有多的零件了，就，先把它立起来，把这块拉开，脚踝顺着这里转过来，翻个180度，紧紧的贴合在轴上面。对折，把它包成长条，然后上面的这一块旋转个180度翻过来，再把这一块的边缘翻转180度，包成圆滚滚的这个造型。这时候顺着膝盖的里边的连接杆翻转180度，依旧是注意这个小凸点落锁的位置，把它扣在这儿。下方这一段双关节拉开。然后整个的反包上来，在包的过程中，这地方就有一些插扣的挡片了，把这里都结合到位。好，严丝合缝。这一块的尾翼旋转摆正，胯部继续撇下来2段齿轮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中间这里所有的扣子全部夹合锁上了。注意所有的嵌合位点全部到位之后，中段这里还有一个锁边，把它再翻过来，尾翼这里螺旋桨翻平，顺着背包这里先来看，打开红色的2片盖板，后背这里有2个挡肉片的位置，这个地方是要来回的旋转避让空间的，我们先把它转出去，这一边也转出去，把这个多的让过来，红色的盖子再翻进去。再往这边让一点，把这一条再让过来，这边红色的盖子翻进去，接着翻正，这地方有一个凸点的扣子，把它定个位儿。好，把这2片就翻进去了。肩膀的位置，把这里拉开红色的盖子，
现在来处理这一片肩胛，在根部这里啊有一个双段的关节，先把起落架的双关节翻起来，然后顺着根部这一块的双关节再往起拉。但是呢，现在在里边这里会卡着，我们顺着肩膀往上翻，再翻，大概270度以后，把这一片背到后面，让开这个方块和肩膀的一个阻碍位置。这时候就可以把它拼齐了。这边有锁扣，拼好。另外的一个边打开，再进行180度的翻转。叠纸片子包出来的这个壳圆鼓鼓的就好了。然后顺着二头肌的关节，把胳膊转到上方来，肩膀的这个位置再往内折叠90度，打开，顺着这一段的关节往里折，折过来之后，再把肩胛向后旋转90度，胳膊贴成这个样子 ，L 型算是变形到位。肩膀的红色零件往前歪，最后这2片是放在这个位置的。继续开始拆身体，打开这个地方有2个挂钩，拉着脑袋把它掰起来。腰侧面这里的三角形，根部有锁扣，掰开。这一片往后拉，中间的这一块驾驶舱的位置把它翻转出来，左右延展，中间拉起来，包出透明的驾驶舱。根部这里有一个多段的关节，我们可以顺着这儿把它拉开，先卸松。后背的这个盖子翻起来，这个边儿再旋转，左右的2片挡肉零件根据根部的插扣拼合。这个时候就顺着这一块的关节往下拉，凹槽穿过螺旋桨放过去，然后顺着这一块根部是有一个滑槽的，把它滑进去，挂一下，落锁。调整一下，最后包裹起来，和后边这里挂在一起结合住。下边的这一档往上提，提上来之后，用这里边的扣子夹住这2个边缘，包成侧面的窗户。前方的这一块整个的翻过来，注意一下边缘的避让。机头下方白色的盖子，这里边有2个挡肉的零件，先把这一则边缘翻出来。再把上边的这一段折进去，往回盖。进入最后的结合阶段，脑袋旋转个180度，拆开下方的脖子锁扣位点，翻到里面去。现在结合的时候难度就开始了，要密合的扣子还是挺多的。脚丫子叠放出来的长条形，侧面有一个扣子，是要跟胳膊这里的锁扣进行结合，这里全部都得盲扣啊。所以这个操作的过程是比较麻烦的。上方这里这一处的扣合点，这一处的扣合点，还有这里侧面里边这里还有个挂钩，把这些东西全部同时的合上。所以这个就抱在怀里慢慢的调整吧。另外前方这里还有一个小钩子，挂在了侧面的窗户的里边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个位置找准，然后把这个挂钩的位置嵌合进去，上方这里稍微摆一摆缝隙，然后把脚踝这一块的扣子贴合，和胳膊这里结合上一面。这个时候上方这里还有3个维度的锁定方向，夹一下，这里边别落下去。后边这里的挂钩和扣子，其实找准了位置，变形到位的话，还是挺容易上去的。这一块我们就包裹好了。最重要的还是掀开这2个盖板，看一下里边的2条脚丫子和胳膊的扣合点有没有嵌到位，中间这里填的满满当当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2片盖下来。侧面这里有2个小的挂扣，把它锁在2块边缘上。
我全部调整到位了，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鼓起来的造型，它其实压不平的，就是靠这2个钩子挂一下，产生一个弧度。最后螺旋桨拉长。好，叉摄的这款刀刃直升机形态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整体来说吧，变形的难度吧，其实完全可以理解啊，它是一个挺好理解的逻辑，就是变形中需要挡的零件太多了，在零件过的过程中干涉的问题比较严重。难点也是在于最后这2块面板扣合的时候，多维度的多项锁扣位置要同时的进行，但换来的是变形完成以后包裹好了，一体性还不错吧。后边这里的螺旋桨可以旋转，上方的主螺旋桨啊，转起来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溜，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生涩的。下方的起落架带了小轮子，仿的是记忆玩具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摘掉，甚至这里边剥下来它，换上这2根仿真实直升机的起落架，顺着支架下方这里的4个插口进行连接。就可以把它摆在地台上了，架上去的效果还可以吧，起码它有了个作用啊。这个配件至少能变点什么。直升机的变形过程主要的难点还是扳手，以及当你在不熟悉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些零件在先后的顺序上边可能会更绊着，有一些地方别不过来。所以呢，也是我总结了一下的变形的一个逻辑顺序过程啊，大家可以参照我这个先变双腿，最后收2条手臂。那么我们来开始把它变成合体形态。首先把这个支架先给它变出来，手翻转180度，这2片先抠下来，然后顺着这个地方旋转一个90度，把它掰直，搁在这儿，然后大手旋转到这个方向，肩膀的关节与手腕的关节调整好，4个支撑的合金支架，把它收进去。其实就是上半身保持飞机形态，下半身变回人形，就这么简单。拆开这2块的扣子，把它拨松。顺着下方的这个凹槽填进手指去，打开这一块的插扣，用点力气啊，跟这样按着的一个操作，就可以整个的把这一片都拆松卸下来。最后打开这一块，手指甲顶在这个红色的门板下方，掰一下挂钩，把这个钩子拖出，好，这条手臂就卸开了。然后我们脱开上方这里连着的地方挂钩的位置，解锁开根部这一块的锁边，把2条腿打开。单独拎出1条腿，顺着大腿的这个白色的缝隙给它揪下来，直接往下拔，千万不要转，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一块不光是一个圆装，边缘还有一个锁定的点儿。如果你在卸的时候来回转着卸的话，很容易把这个锁点给你掰断了。接着上半身继续整理，按照刚才的过程再把它包回去。2条腿部也是一个逆变的过程。这样是2条腿的正常摆放，我们需要调换一个个儿，通过外侧的扣子把它对上，顺着这里边放进去，夹住就行。在脚侧边这里有锁扣的地方，挂上。它这里插的并不是很紧啊，就是定一下位置，挂好了就行。好，整个包出一个大的梯形，小臂的位置。刚才也是说，为什么把这一块的膝盖关节稍微往下掰一点角度？这里有2个红色的插扣，对应的是手腕前方这里的2个插扣。这块会不太好操作啊，因为下方是悬空的，并没有什么施力的点，抱在怀里边慢慢调整一下。但是呢，这2个扣子又是很关键的地方，调整一下把它插紧了，这个手腕才不会来回的乱动，拳头就可以张开了。机头的部分这就简单了，顺着脖子下方锁扣的地方插进去，这一块让出来，后方这里的2个锁扣，顺着边缘里边的扣子插上。在根部这里边还有一个空间，用起落架相当于进行了一个侧方位的锁定，再把它夹得更紧一些，就不容易掉下来了，很结实。最后组合关节应该是这个样子拧过来。刀刃是这条胳膊嘛？那么好，超兽守护神刀刃的这条胳膊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
整体来说吧，这个合体的过程是特别作弊的那种，拆成2节，上一半下一半，往上一扣合就行了。也是从急救员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来了，它这个合体方式基本上就是这个套的大马甲，倒是因为有马甲的存在，所以胳膊就不会显得很单薄了，这一块小臂的部分会特别的粗壮，而且整体的一个包裹程度也还不错吧。总结一下，叉社的这款刀刃其实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啊，基本上就是和急救员差不多的变形步骤，逻辑似乎也差不多。上面这里反着包一下，载具形态非常完美，人形状态下半盘的支撑稳定性并不是很好。最关键的还是你在变形过程中需要避让的地方太多了，干涉零件与零件之间让的这个过程不是很好操作，对于新手玩家来说上手有一定的门槛。合体形态的这条大手臂完成的效果还是挺壮硕的，但终归来说，至少它并没有大街那么让人感觉到恐怖啊。最后也是等着热点出来，我们看一看合体以后的效果怎么样吧。那么大家觉得叉社这一次的刀刃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